去你丫的！滚！另外一腿 KO 河南硬汉铁腿如刀，哐哐两腿踢瘸韩国小泡菜，彰显中国力量。自从中国死神方便在韩国首尔 KO 韩国拳王金世基之后，韩国拳坛终于坐不住了。如果再让中国选手来韩国踢馆，那韩国拳坛再也无法在国际上立足。随即，韩国高层派出多位韩国精兵强将来中国进行挑战踢馆，为的就是击败更多中国选手，将韩国人的颜面重新打回来。首当其冲来华挑战的正是金世基的大弟子金和泰。面对记者采访，金和泰居然声称金世基没有败给死神方便。究其原因，金和泰声称在比赛的前一天，金世基误食了辐射氦产品，这才导致整夜的拉肚子，导致比赛当天没有状态。好家伙，金世基这家伙是真没有其他理由了，居然将黑锅推给了氦产品，传出去真是可笑又可耻。然而今天金和泰来中国，身为挑战者，可没有挑对手的权利。中国拳坛直接派出了河南猛将中华第一竹剑张春雨与他对战。了解过张春雨的拳迷粉丝都知道，张春雨同弟弟张成龙是中国泰拳领域的王者。转战自由搏击的张春雨更是能与波球火力对拼4回合不落下风。相信张春雨今天一定会打飞金和泰，为中国人证明。话就不多说了。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张春雨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张春雨由于在中国难逢敌手，已经8个月时间没有打比赛了，所以说在技术上有略微的生疏，还需要一段的热身时间。很明显，金和泰这家伙就是抓住张春雨的这一点弱势，开始主动进攻，不断向张春雨内围逼近，试图在首回合就打出绝对的比分优势。漂亮一个扫击的。张春雨现在控制的还不错啊，整个的。他法术西法是张春雨的一个强项。金和泰报价太开太散，而且在不能很好的预测对方的动作。他对方出拳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。金和泰这家伙在擂台上表现得十分粘人，边打边进，慢慢蚕食张春雨的活动范围。奈何张春雨好歹是泰拳领域的霸主级选手，怎么可能惧怕一个小小的韩国泡菜？尽管处于被压制的局面，也时刻用犀利的低扫腿维持自己的比分。这样下去，就算张春雨打得比较被动，也能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张春雨每次的前手刺拳都能够把对方的头打得明显的后仰位移，是因为金和泰一直在往中间距离走，对，张春雨只是在等他这个距离而已。金和泰为了把对方逼到身边，已经连吃了3下吧前手。对。他现在没有太多的办法，因为到近身以后，张春雨会用西法。西法。你知道张春雨在不适应比赛节奏的时候，张春雨并没有发挥自己的拼打战术，而是举着拳头打出精准刺拳，往金和泰面门奔去。金和泰现在也处于一个相当难受的局面，自己打也打不进去，守也守不住，并且张春雨还在慢慢扩大自己的比分优势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金和泰与张春雨的实力差距太大，不论是打法战术还是比赛经验，都是张春雨占据上风。别好，没错。韩国选手金和泰现在根本就任何动作都打不出来。前手又被一个。好不容易金和泰打出一套组合拳。基本上张春雨出前手接近必争的这个运动时代。对，张春雨多次的低扫腿终于起到了大作用，趁着金和泰腿部疼痛难忍，慌忙后退，又是几记势大力沉的重腿踢去，金和泰直接瘫坐在地上，怀疑人生起来。想不到自己极力争取的压制局面，就因为张春雨的低扫腿而破防了。那个读秒，那个低扫是非常的重啊。我们看看张春雨能不能提前结束比赛，瞄准了他这个腿啊。对，前手的互换漂亮。第一局结束。哇，张春雨这次打得非常清楚啊，从第1秒到最后结束打得非常清楚，知道自己要怎么打，你自己知道你最有效的武器。对。一回合的试探，张春雨信心倍增。张春雨在首回合没有发力，一方面是自己不太适应比赛节奏，另一方面就是想看看韩国选手实力怎么样。这么一对比来看，金和泰的下肢是他的弱点。
只要在后2回合持续猛攻，一定会打出惊人的比赛效果。其实一般，职业选手他降重下去的话，其实比本来那个级别的选手的那个体能，特别是这个爆发力，纯粹的绝对力量，其实是要大一点的，因为他从上面直接降下来。对，因为我知道最近像70公斤非常知名的一个选手罗宾，也降了一个级别来征战，也是第一次他降级别来打比赛。其实这个就看自己选手对自己的身体，包括对自己的训练状态，对自己的身体状态的一个控制力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张春雨不再保留实力，开始加强自身攻势，发起主动进攻。金和泰根本就撑不过张春雨的膝腿连击，被击倒在地。起身之后，金和泰十分不服气的要跟张春雨硬刚到底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金和泰的腿上已经被踢出了很多淤伤。如果金和泰还是不知死活的往张春雨内围逼近，只会被揍得更加惨烈。加快了节奏。就他虽然被屡屡命中，但金和泰也是转身拳这下好中，但没中。又是一个低扫。如果张春雨还能有机会对对手的这个前腿支撑腿再加2到3个完全命中率的这种低扫啊，我觉得会提前结束比赛。因为这个肌肉的损伤疼痛是很难恢复的。又一腿，果然第2次读秒。看看金和泰能不能站起来。韩国选手的这种意志力还是很强的。遗憾。对，但是这种支撑力就像我之前65公斤魏宁辉拿到冠军的晋级之路一样。平勾打退了，再低扫，再后手击腹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打贴近身了，对，因为你近身一旦被对方搂抱，给他休息的时间。对，一定要。这时候你就拉到中远距离，该怎么打就怎么打。对手的这个腿还是非常的明显啊。又一腿。我估计很难再站起来了。8秒了啊，扔白毛巾了，白毛巾了我们的教练组扔掉了，这个也是对运动员的保护啊，没有任何侮辱的意思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张春雨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张春雨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